医学已经证实说，如果你长期过量的食用这种含有扁平皮的食用油呢，会大幅增高你胃癌、肝癌、大肠癌跟肺癌的风险，甚至连皮肤癌的风险也会增加。你觉得在这次中联致癌毒油事件当中这个厂商隐匿了3个月才通报，这个厂商可不可恶？你觉得卫福部在下架中联致癌毒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疏失？你觉得卫福部部长该不该为这次的中联致癌毒油损害了国民的健康负起责任？该不该下台？欢迎各位在留言区里面跟邱医师分享，跟大家一起讨论。但是我今天这个影片呢，不是要指责任何人，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吃到中联的致癌毒油，像邱医师这样，你应该怎么样呢？赶快把这些毒油排出去，健康赶快恢复。上一个影集，邱医师跟大家谈到，我好像有躲掉，少吃了很多中联的致癌的毒油，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说，我那个饭团还好我没有吃到。但是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发现我还是吃到了。为什么？因为邱夫人她很喜欢吃的一个火锅店呢，她就用到了这个中联致癌毒油，它就是下游厂商。所以我在想各位网友怎么可能没有吃到这些毒油呢？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邱医师就想再问大家一次，经过这一个礼拜你再想想看，你有没有可能吃到中联的致癌的毒油？如果有可能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如果你觉得你绝对不可能吃到，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0。你没有吃到，那我就恭喜你了，你真的是太幸运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这个中联的这个大豆沙拉油怎么会变成致癌的毒油？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怎么会没有这个问题？按照这个食品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任何食品只要经过高温的烹调或者是不完全的燃烧就会产生致癌物不是只有油，包括蛋白质、包括淀粉都会邱医师以前在教大家说怎么样健康的吃烧烤，里面有提到说150度以上的高温煮过以后，这个油里面就会产生多环芳香烃的化合物，蛋白质呢就会产生异环胺，淀粉呢就会产生丙烯酰胺。国际癌病研究机构里面就有定义说，这3种物质都是一级致癌物。一级致癌物什么意思呢？就是确定会致癌的那这一次呢，中联的油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它换了巴西来的大豆原料之后呢，可能因为水分多，在精炼的过程当中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多环芳香烃的致癌物。那里面有一个最毒的就是苯醛皮，在苯醛皮呢也是多环芳香烃的化合物，法规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个 ppm， 也不是零验出表示还是有一点容许的这个浓度在里面。中联的这个油呢却高达 8.1 个 ppm， 所以这个是高于上限值已经超过4倍以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致癌物，一旦被肠胃道吸收以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然后呢会跟细胞核的 DNA 结合，导致基因的突变，就使得癌症的风险大量的增加。医学已经证实说，如果你长期过量的食用这种含有扁平皮的食用油呢，会大幅增高你胃癌、肝癌、大肠癌跟肺癌的风险，甚至连皮肤癌的风险也会增加。那这次中联的这个大豆沙拉油呢，占据了台湾将近70%食用油的市场，而且呢，这些油品呢，在4月就已经开始流入市面，甚至包括饭店连锁餐饮业小吃摊甚至超商贩卖的饭团跟调味料里面都含有这样子的油脂，被广泛的使用，而且很可怕的是，长达3个月你看它1300公吨的制品呢，经过1个礼拜之后，回收只有43公吨，这代表什么？有1000多公吨的油都被吃下肚了。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把这些毒油通通吃到你的肚子里去了。这种潜在的伤害，癌病增加的风险呢，可能要好几年后才会在癌病统计资料当中慢慢浮现当然也有人会说，苯醛皮也未必只有出现在这个大豆沙拉油当中你吃烧烤也会吃到这种多环芳香烃的化合物抽烟或者吸到二手烟，还有那个汽车废气、工厂排出的废气，都有多环芳香烃的化合物。食用油当中的这个浓度其实算低有什么好可怕的？话是没错，可是你不要忘了，食用油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如果你有吃到，是每天吃，连续吃了3个月频率高，长期吃，大量吃，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个危害是很高的。吃烧烤你不会天天吃烧烤你可能1-2个礼拜或1个礼拜吃一次。抽烟自己找了没有办法二手烟我们尽量避开，不会天天在二手烟的旁边，也不会天天躲在汽车的排气管那边吸它的废气嘛，这种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我就要问各位网友了，你觉得在这次中联致癌毒油事件当中这个厂商隐匿了3个月才通报，这个厂商可不可恶？你觉得卫福部在下架中联致癌毒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疏失？你觉得卫福部部长该不该为这次的中联致癌毒油损害了国民的健康负起责任？该不该下台？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里面跟邱医师分享，跟大家一起讨论。但是我今天这个影片呢，不是要指责任何人，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吃到中年的致癌毒油，像邱医师这样，你应该怎么样呢？赶快把这些毒油排出去，健康赶快恢复。所以呢，这个时候邱医师呢就要找科学证据了哈。我帮大家找到2025年发表在《环境健康研究国际期刊》当中的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它的题目是人类和动物不可避免的接触多环芳香烃：目前的解毒策略和未来的展望。邱医师呢帮大家整理重点，脂溶性的毒物不止苯偏皮了哈，包括代奥辛、包括塑化剂都是。这些东西一旦经由消化道的吸收以后，会迅速跟体内的脂肪组织结合，它的代谢速度非常的缓慢，所以要化解它的危害呢，一定要赶快让它排出去。那这个排出去呢，主要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把毒物代谢氧化，代谢氧化主要靠肝脏细胞里面的细胞色素叫P450这个系统。这个细胞色素 P450 呢，会催化多环芳香烃化合物的氧化反应。但是呢，这个催化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危险，因为这个代谢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有毒性的中间产物跟许多的自由基，产生这么多自由基也会对细胞造成伤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着身体里面有足够的抗自由基跟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来保护我们。所以第一个阶段当中呢，记得平常要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还有植化素的这些食物，因为我们的环境当中真的是太多毒素了。这些食物呢，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深红色的水果。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跟毒物的共轭结合。这个过程当中，主要依靠肝脏当中的谷胱甘肽转移酶，把不稳定的刚刚的那个中间产物跟谷胱甘肽还有硫化物进行共轭结合，提高它的水溶性，并且降低它的反应活性，可以从粪便还有从水中把它排除。所以这个时候肝脏里面有没有足够的谷胱甘肽还有硫化物就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补充充足的谷胱甘肽跟硫化物，有助于帮助这个第2阶段的解毒。谷胱甘肽含量高的食物包括芦笋、酪梨还有菠菜，硫化物含量高的食物就是大蒜还有十字花科类的食物，包括花椰菜、高丽菜跟大白菜。大家把它记起来，平常这些食物看到了就要吃，能接受就尽量多吃一点。第3个阶段就是将毒物排出体外，这个时候主要依靠细胞的通透性蛋白，主动把转化后的毒素来排到细胞膜外面。当我们摄入苯偏皮这些多环芳香烃化合物的时候呢，体内的通透性蛋白会相应增加，帮助体内把这些毒素排出。排出的途径有2个，一个是从粪便当中排出，一个是从尿液当中排出。从粪便当中排出的主要是经由胆汁携带的这些脂溶性的毒物呢，排除到胆道当中。可是我们的胆汁排到胆道当中呢，到了小肠的末端呢，会有肠肝循环把它回收再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如果你要让胆汁当中携带的这些毒物能够排除离开体内，就要摄食足够的膳食纤维来吸附这些脂溶性的毒素。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的作用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吸油面纸一般，它在肠道当中呢也会吸附这些脂溶性的毒素，减少它被肠道的肠肝循环再回收进入我们的体内，可以直接从粪便排出。所以我们要多吃下面这些食物，包括含有很多粗纤维的糙米、燕麦、叶菜类的食物。同时呢，这些食物当中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呢，也能够帮助益生菌的生长，可以让肠道维持平衡。讲完了这3阶段的排毒呢，邱医师给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口诀。第一个口诀就是3蔬2果1茶饮，保健养生体重轻。3餐都要有蔬菜，上面讲到的蔬菜呢，你任选一种，每天至少要吃2种水果，红色的、紫色的都可以。饮料呢，可以喝无糖绿茶或无糖黑咖啡。第2句呢，少糖少油少加工，运动喝水放轻松。油要少一点，如果你平常把握少油的原则，这一次的中年致癌毒油你就可以少吃进来一点。糖也要少一点，少糖可以减少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减少身体的慢性发炎。少加工，商人做加工食品用的油绝对不可能是昂贵的油或者多好的油嘛。少吃加工食品呢，可以少吃到这些廉价的或者不健康的油脂。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是很复杂，不知道该怎么吃，邱医师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第一个，每天一定要吃1盘绿叶蔬菜，像邱医师呢，每天一定吃1盘地瓜叶。第2个呢，每天一定要吃1个水果，你可以吃苹果，也可以吃芭乐。再来，每天吃1片黑蒜。邱医师在以前的影片当中跟大家讲过，黑蒜当中的硫化物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同时呢，可以减少发炎反应，并且减少癌症的发生。大家可以把邱医师以前讲黑蒜的那个影片再拿出来看。再来就是要多运动，多喝水。运动喝水可以帮助排除水溶性的毒物。如果大家能够做到邱医师讲的这些，你的毒素就可以从粪便当中跟尿中明显的把它排出去，减少这些毒素累积在体内，对你的健康造成一些危害。希望今天分享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的频道已经开放加入会员，欢迎大家来加入频道的会员。加入的会员呢，邱医师会优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问题，而且你留的问题呢，也非常有可能优先成为邱医师下一个节目的主题内容。我会拍影片来回答你所关注的问题。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